各位，欢迎你来到1号真相台，让我带你穿越谎言的迷雾，抵达真相的彼岸啊！有网友给我爆料说，浩哥出大事了，郭德纲人已经被抓，而且呢永久封禁，他是不能够在中国演出了。因为昨天我不是说了吗？我说郭德纲在演出现场那个改了一下红色歌曲，就是那个铁道游击队的《微山湖上静悄悄》。他给改成了说西边的太阳就要落山了，紫禁城中静悄悄，什么我佛呀如来呀之类的，是吧？因为昨天这个事儿呢，我也给大伙说了，我说这个不是说郭德纲临时在台上就是这个第一次改这个事儿，他这么多年来10年20年来，他多次的就是改编了这个所谓的这个微山湖上静悄悄这首歌这次呢应该不是他的现挂我说你说他临时起意甚至有一些这个鸡血比较重的人呢说郭德纲就是反党反社会他这是反动宣言，为什么呢？因为他说西边的太阳就要落山了，紫禁城里静悄悄，这不是表示这个讽刺说中国政府要完蛋了吗？那你要是这么说的话，那西边的太阳就要落山了，那说明西方已经衰落不行了。那紫禁城里静悄悄，说中国现在笑看西方的衰落，不用做任何事情，这么解释也解释得通吗？所以这种文革式的上纲上线，那就说明就是有点太过于鸡血了。所以呢，有一些那个骂我的人，我也通常不客气。我说你这么鸡血呀，你这一辈子也摆脱不了底层炮灰的这种命运，你这辈子的月薪也过不了5000，你这辈子也吃不饱。为什么呢？我常说一句话，人一极端必脑残。那还有人说了，他说紫禁城那不就是暗指中央吗？对吧？那紫禁城什么时候成了中央的代名词了？那紫禁城还是满夷的紫禁城呢，清朝的紫禁城呢，对吧？中央是现在的中南海，好不好啊？你要这么说就没完了，你知道吧？你说郭德纲他如果政治上不正确的话，他当然早年他讽刺过一些这个社会现象包括什么镰刀斧头就是抢劫了，对不对他早年的时候那个环境是比较宽松的，他是讽刺过一些这种社会的不正现象，腐败之类的，对吧？但是呢他如果在政治上真的是不正确的话，他那个德云社在全国也开不了那么多，他也不可能满世界的去巡演去。所以说郭德纲首先第一点政治上他是站得住脚的，明白吗？所以说呢，那个有人给我发来这个爆料我一看，好家伙，这不就是郭德纲？完了，人已经被抓了，我判断错了吗？近日网民举报，演员郭德纲2026年7月24号晚在武汉演出的时候，戏谑改编红色经典歌曲《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经联合调查认定，郭德纲恶意篡改红歌，践踏意识形态红线，行为性质恶劣，依据相关的法律法规，现依法作出如下处理决定。说一、刑事指控，郭德纲因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已经被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人已经被抓了。二、行业禁入责令取消其所有的营业性演出资格，实施禁演30年的行业惩戒。郭德纲53，83才能出来演第三，财产处罚，依法没收并罚没其所有的个人涉案家产，文艺创作绝非法外之地，有关部门将坚决依法打击各类违法违规及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维护清朗的市场环境。武汉市公安局2026年8月13号。我被打脸了，我判断错了，我说郭德纲应该没啥事儿，顶多也就是那个罚款加训诫，结果呢抄家了，
封禁了，人也被抓了，打脸了吗？我一看发布这个消息的地方，我就知道啊，想让我被打脸啊，还没有先例呢啊！什么罗翔破木推墙，这不是咱家的一个推特上的著名的一个精神病的轮子账号吗？天天发布这种谣言的账号吗？啊，所以这个啊，我120%的给大家确定，这就是轮子造的个谣啊！轮子们，那位说这轮子们为什么这么低级的谣言他都乐此不疲的天天给这造啊？那是因为推特上别管多么匪夷所思的人神共愤的谣言，只要是有阅读量，推特就给钱，马斯克做的孽，明白吗？那到底这个郭德纲这个事儿该怎么定性啊？中国是个法律社会啊，咱们按法治来说，其实中国也有很多的那种清醒的人士，不像那种为了这点爱国流量打了鸡血上头的那些人出来，那个跟那个坏了的抽水马桶一样乱喷啊，那都不管用，得看法律。郭德纲又摊上事儿了。相声演员郭德纲最近在湖北武汉的一次演出中，把《铁道游击队》当中那首最著名的红色歌曲《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据说是改编歌词。那么歌词的内容这边我就不现学现卖了，毕竟多少有些敏感。那么最新新闻说啊，当地的文旅部门已经在立案调查当中了。那么说实话，我本人其实还是蛮喜欢德云社、喜欢郭德纲的，但也不可否认，他近些年来的言行也颇有出格和争议的地方。那么今天啊，我着重想说说这背后的3个法律问题。第一个问题，他在现场表演过程中把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进行了演绎，并且把歌词改编了，违法吗？侵权吗？那客观的讲，从著作权法角度来讲，他在一个营业性的演出当中，如果事先没有获得词曲乃至这部音乐作品的著作权人的授权来进行营业性演出的话，那么首先侵犯的是这个作品的演绎的权利，就是表演的权利。那么第二个呢，他改编了这个歌词的部分的几句内容，那么又涉及到了词作者的作品的改编权，所以这一点单纯的讲啊，肯定是侵犯著作权利的。那么第二个问题就来了，那么现在有新闻说他的整个表演是经过报备备案许可后演出的。那么问题就来了，你既然获得了报备审批，那么按理说你整个表演环节、内容、节目都应该进行过事先的审核。那么这边存在2个可能性，可能性一，郭德纲可能是做了一个现挂啊，就是相声术语当中的现挂，临时改编，那么确实事先的内容跟实际的表演不一样。那么第2个可能是什么呢？他的确是按照这样的唱法的内容进行审核的，只是当时文旅部门审核就给过了，只是现场因为现在有人举报，形成网络舆论了，所以当地的文管部门啊，文旅文管部门啊，不得不介入立案调查了。所以这2个可能都有啊，我们没有更多的线索。第3个法律问题，那么假使说这个把红色歌曲的歌词进行了部分的改编，它究竟违反什么法律呢？这边啊有一条叫做《营业性演出管理条例》，网上都说他这样的行为违反的是第25条的第几项啊？第5项叫做危害社会公德或者民族优秀文化传统的。那么这个其实理解可能因人而异。可能有人认为他这样的改编或许无伤大雅，可能有些人看来你这个就是完全的借读经典啊，对于一些红色歌曲做了一些不当的表达，完全的是在危害优秀文化传统，甚至还伤害了民族情感了。所以目前在立案调查中，那么最后呢，他的整个调查结果会怎么样？我们当然要等官方，但是我个人想说2点。在一些公开的言论表达当中，那么当前的环境，我们还是要严格的遵守法律法规，尤其是政策导向。这一点对于很多人其实是一种良善的提醒，也是忠告。那么第2个，我们在整个依法治国的当中，还是要严格的遵循法律的规矩和法律立法的原本的精神，也切不可因为一些网上的言论的导向啊，胡乱的把法律做扩大或者缩小的解释。各位，你们怎么看呢？这位法学专家说的我就非常的认同，朋友们。那至于说这个所谓的警方的通告，这里边破绽百出啊，
包括什么行政立案呐，但是并非是刑事犯罪，对吧？只是武汉市的文化局立案启动调查程序了。违规的性质，刚才那位专家也说了，没准人家郭德纲也把这个唱段给上报了人家当地的文化局认为没啥问题，是吧？然后呢，这个舆论那个就是说反应大了以后那当地文化局也没办法，说再查查吧说这个即便是没在申报材料中体现，违反的是营业性演出管理条例相关的行业管理规定，属于行政管理文化市场的行业合规调查，而非刑事犯罪所以这个通报呢极其荒谬，缺乏基本的常识荒谬到说这个郭德纲涉嫌颠覆国家政权，采取刑事措施，这是严重的政治和刑事的定性。因为演员在舞台上即兴玩梗抖包袱，这是有本质区别的这是完全是胡说八道。常识性的所谓的禁演30年，没收个人家产，均不符合中国的刑法和中国的这个演出管理条例，完全是精神病轮子，凭空捏造。发文的主体和行文格式也是漏洞百出的，落款的主体不符因为有此事管辖权的是武汉市文化局，而非武汉市公安局，公安局也没发布过任何相关的所谓的警情通报这个是胡说八道，连上面的什么警标红头落款都是网络拼凑的这是 AI P 出来的，这肯定是假的。我还是告诉大家朋友们那些打足了鸡血过来骂街的人，是吧？你先撒泡尿照照你自己，这辈子你判断过什么样的大事对过吗？你说我判断过什么样的大事错过吧除了当年那个川普第2次选的时候，我说川普可能挺危险，因为什么呀？因为那个民主党是吧？那些邮寄选票之类的可能当年那个又重蹈覆辙，结果人家那个川普选上了那个邮寄选票一夜之间没了，为什么呢？我不给大家解释过吗？是吧？人家川普获得了财阀们的支持，所以邮寄选票一夜之间就没了，对吧？除了这个事儿当时我说川普危险，我也没说川普一定选不上之外，我什么事判断错过呀？对吧？那些打了鸡血、那些乱喷的人，你们要有这个前瞻性的这种判断能力，你自己就出来开个频道了，对吧？所以我个人坚定的认为，郭德纲这次就是诫勉谈话重罚，甚至是最重的是武汉那个组织演出的单位的那个执照，而不是德云社的执照可能会给他吊销那郭德纲呢，可能以后的这种那个演出的批复呢就比较严了一定给说老郭，你报上来的这些你一定的严格的按本给我说一个标点符号都不会错那就不能像那个于谦老爷子经常说的了，你得按本说呀。那个郭德纲说咱这玩意儿哪来的本以后就有本了，不信等着瞧。点个订阅，下期再聊。